大家好，我是苏苏姐家的糖糖，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小王子云梦毯云朵款。本教程电子图解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趣之社进入查看。这款毯子分为中心网格织片、1区、2区和装饰。先制作中心网格织片，再在中心网格织片外圈接线钩织1区和2区，最后制作装饰，安装在对应位置。先学习中心网格织片，我先讲解一下织片的钩织方法，后面再讲解钩织过程中会遇到的各种情况。大家可以先看我演示，之后再参考图纸进行钩织。下面介绍一下织片的钩织方法。织片采用对角线钩法，来回往返钩织，分成了加针区和减针区两个区域，中间通过不断加入新线和换色来勾出对应的图案。完成后进行钩边，用到的针法有锁针、长针和引拔针，请看演示。为了方便观看，这里我用粗线做演示，颜色随机，具体的线材、配色以及钩针的型号可参考对应产品的详情页和纸质图解。首先锁针起3针，接着钩第一排，3个锁针起立，从倒数第4针开始，调锁针上方1根线，依次钩3个长针，这里把3个锁针、3个长针当做一个花样，第一排只有一个花样，第一排完成。往下钩第2排，首先起针钩3个锁针，往返钩织需要把织物反过来，逆时针方向翻转，然后挑这3个锁针钩一个花样。先钩3个锁针起立，此时是锁针的背面对着自己，调锁针对应的最高位置半针，也就是凸起的小横线上方1根线，一一对应钩3个长针。如果找不准位置，也可以从锁针的正面来数。
完成后，一个花样就完成了。往下穿入第一个花样，起针位置，在其旁边的大洞，也就是这里，穿入大洞，钩织一个引拔针，在这里继续钩一个花样，3个锁针起立，挑同一洞眼钩3个长针，这一排钩了2个花样，第2排就完成了。接着钩第3排，先起针钩3个锁针，然后翻转，挑这3个锁针位置钩一个花样，同样这里是锁针的背面对着自己，挑最高位置半针入针钩织，完成后挑相邻花样，起针与长针的缝隙，也就是起立针旁边的洞眼，钩一个引拔针，然后挑同一个洞眼钩一个花样，完成后继续挑相邻花样的缝隙处钩一个引拔针，然后在这里钩一个花样，第3排完成，这一排钩了3个花样，可以看出这一排的纹理与第1排对应，这是织片的正面，长针的纹理比较整齐。往后区分正反面时，可以参照纹理，同时起针线头要位于右下角。接下来钩第4排，方法与之前一样，先起针，然后钩一个花样，完成后挑相邻花样的缝隙引拔，继续钩第2个花样，后面花样位置对应钩花样，花样之间一针引拔针过渡，继续往下钩织，
勾完最后一个花样，第4排完成，这一排勾了4个花样。往下按照图解继续钩织加针区的剩余部分，这样加针区的部分就讲解完了。下面讲解一下钩织织片过程中会遇到的几种情况，下面我用小样进行讲解和演示。我先讲解加入新线的方法，有2种情况。我先讲第一种，一排的起始加入新线。请看演示。上一排边缘花样最后一针完成后，拉到线圈，我们将织片从线圈中穿过，取出新线，打一个活结，在边缘这个长针针目入针，将线勾出，调整线圈大小，用新线起3个锁针，然后翻面，开始勾花样。这样边缘换色的情况就讲完了。下面讲第2种，一排织中需要加入新线，请看我演示。我们将正在钩织的线放在整个织片的反面，取出新线，打一个结，钩针穿入缝隙处，将线勾出，接线的线头放在反面，然后勾一个花样。勾花样时，可以将接线的线头包裹住钩织。这样一排织中加入新线的情况就讲完了。下面也是相邻花样换色需要留线的情况有2种，先讲第一种，在这个色块相邻周围，也就是上方或者左侧需要用到同色线的情况，请看我演示。这个色块完成后不断线，勾下一排时用这个线就直接将线拉过来钩织花样即可。将正在钩织的线放在整个织物的反面，上一根线稍微拉紧，拉过来的线不要太紧，拉过来的线在钩花样时包裹进去。
这样第一种情况就讲完了。下面讲第二种。这个色块周围不会用到这个颜色的线，但是在左下方间隔一个花样，或者左上方会用到同色线。我们将这个线直接拉过来钩织即可。第二种情况就讲完了，这样相邻花样换色留线的方法就讲完了。下面讲解相邻花样换色不留线的情况。这个色块周围不会用到这个颜色的线，但是在左下方间隔两个花样或以上会用到它。我们可以将线预留15厘米，然后剪断。钩花样时重新接线即可。然后我演示一下断线后藏线头的方法。换色部分，先将线头从上方的这个辫子处勾出，稍微拉紧，这样相当于打了一个结。剩余的线头藏在织物的背面。大家多藏几针。如果想要更加牢固，可以将线头分成2份。将其中一份从相邻位置勾出，2个线头打死结，剩余线头在一起藏到织物里面。大家多藏几针。其余线头除起针的线头外，分别藏到织物里面。接线的线头继续在织物里面多藏几针。这样相邻花样换色不留线的情况就讲完了。下面讲解一下一排里同色块较远，也就是中间间隔2个花样及以上的情况。为了方便钩织，可以在其中一个区域重新接线。一个线团有2个线头，表面和中心各一个线头。这里遇到只有一团线的颜色时，就使用另一个线头来接线。有多团线的颜色，可以重新使用另一团来接线。先将前一个颜色的线头放于织片背面，然后拿起对应的线，接线即可。这样一排里同色块较远的处理方法就
就讲完了。下面钩织减针区，对角两端都需要减少花样。开始先立3个锁针起立，翻转，在下方花样处引拔，然后钩一个花样，后面继续一一对应钩花样，一直钩到最后一个花样的里侧。钩完最后一个花样的里侧，后面不继续钩织，进行引拔，这样首尾都少了一个花样，这一排就讲解完了。接着钩下一排，同样的方法，先立3针锁针起立，翻转后在下方花样处引拔，并钩织一个花样。接着一一对应钩花样，钩完最后一个花样里侧，这样这一排就钩好了。往后直接按照前2排的方法继续钩织，一直钩完最后一排。完成后，这里最后一排只有一个花样，钩完后挑相邻花样引拔即可。最后再钩3个锁针，翻转，挑下方花样引拔。完成后需要断线，先钩1针锁针固定，预留1点线头，断线，拉紧，线头藏到织物的背面。大家可以多藏几针，这样减针区就讲解完了。这样织片的钩织方法就讲完了。网格织片完成后，接着围着织片钩边。我用这个小样演示一下方法。找到任意一个拐角位置，我这里从起针这一侧上方，最边缘这个花样开始接线，钩针穿入这个花样边缘的长针针目，将线钩出，开始钩第1圈，先钩3个锁针，然后在下方2个花样之间的缝隙处钩一个引拔针，3个锁针过渡，
下一个缝隙处钩一个引拔针，3个锁针过渡，然后按照在缝隙处钩引拔针、3个锁针过渡的规律，一直钩到这一侧的拐角位置前。3个锁针完成后，在这个拐角位置钩一个引拔针，接着钩3个锁针，旋转织片，在左侧花样之间的缝隙处钩一个引拔针，后面大家就按照前面的演示，对照图解钩完这一圈。最后的引拔针钩在接线位置，这样钩边第1圈就讲完了。下面来钩第2圈，先在左侧锁针洞眼里钩一个引拔针过渡，接着立一个锁针起立，然后大家按照图解在锁针洞眼里钩对应数量短针，注意拐角位置需要钩锁针连接，按照图解钩完这一圈。最后与第1针针目钩引拔针连接，断线藏线，第2圈就讲完了。这样中心网格织片就讲完了。中心网格织片完成后，接着学习1区。1区是在中心网格织片上重新接线钩织，中途需要换色。用到的新针法有中长针3针的枣形针，请看演示。取出钩好的织片，我这里用这个小样演示，针数不做参考。找到钩边最后一圈的倒数第10个短针，从这针开始接线，立一个锁针起立，同一位置钩一个短针，接着钩5个锁针过渡，下方空3针，在第4针上钩一个短针和4个锁针。现在来到了拐角位置，下方空3针，钩一个短针和6个锁针。旋转织片，在这条边下方锁针洞眼左侧空2针，在第3针上钩一个短针，这样一个拐角位置就钩好了。继续钩4个锁针，
下方空3针，各一个短针和5个锁针。后面按照空3针，各一个短针和4个锁针的规律重复3次。完成后，空3针，各一个短针和5个锁针。完成后，这条边后面就是按照空3针，各一个短针和4个锁针的规律重复3次。再空3针，各一个短针和5个锁针的规律勾完这条边。完成后，空3针，各一个短针和4个锁针。接着各一个拐角。完成后，后面拐角位置就按照这里的演示钩织，边就按照前面边的演示钩织。大家按照图解钩完这一圈。最后与第一针引拔连接，这样第一圈完成。下面来钩第二圈，左侧锁针洞眼里钩一个引拔针过渡，接着立3个锁针起立，算作1针长针，继续在下方洞眼里钩6个长针。我们将这7针看作一个花样衣，接着在左侧锁针洞眼里钩一个短针和2个锁针，然后来到拐角位置的锁针洞眼，在这个洞眼里钩3个长针，3个锁针，3个长针，继续钩2个锁针，左侧洞眼里钩一个短针。我们将第一个短针到现在的针法看作一个拐角，接着在左侧
洞眼里钩一个花样1，也就是钩7个长针。完成后，在左侧这3个锁针洞眼里各钩一个短针，短针之间4个锁针连接。我们将这3个短针和锁针看作花样2，这条边就是重复花样1和花样2，一直钩完这条边。最后一个花样1完成后，接着钩一个拐角位置。完成后，后面拐角位置就按照这里的演示钩织，边就按照前面边的演示钩织，大家按照图解钩完这一圈。最后调起立针第3个锁针的2根线，钩一个引拔针。第2圈完成，继续钩第3圈，立3个锁针起立，算作1针长针，对应下方这个起立针，然后钩一个锁针连接。后面就是在下方花样1上每一个针目上钩一个长针，长针之间钩一个锁针连接。我们将开始的针法到现在的针法看作花样3，接着来到拐角位置，在左侧锁针洞眼钩一个短针和一个锁针，左侧空一针，在第2针和第3针上分别钩一个长针和一个锁针。完成后，左侧锁针洞眼里先钩一个长长针，钩针绕线2圈，穿入，绕线钩出，再绕线，
从前2个线圈中勾出，重复3次。这样一个长长针就勾好了。接着勾一个锁针和一个长长针。继续勾3个锁针连接。下方同一锁针动眼，再勾2个长长针，之间一个锁针连接。完成后，勾一个锁针，左侧相邻2个长针上各勾一个长针，之间一个锁针连接。完成后，勾一个锁针，下方锁针动眼里勾一个短针。我们将第一个短针到现在的针法看作一个拐角，左侧花样1上方勾一个花样3，也就是在每个针目上勾一个长针，长针之间勾一个锁针连接。完成后，在左侧2个动眼里各勾一个短针，之间3个锁针连接。我们将这2个短针和锁针看作花样4，这一条边就是花样3和花样4交替钩织，大家钩完这条边。完成后，这样一个拐角和一条边就钩好了。后面就是重复拐角和边的位置的针法，大家按照图解钩完这一圈。最后与第一针引拔连接，这样第3圈完成。接着来钩第4圈，左侧锁针动眼里钩一个引拔针过渡，接着钩2个锁针起立，算作1针中长针的未完成针。接着在下方同一位置钩2个中长针的未完成针，钩针绕线1圈，穿入，绕线钩出，这样中长针的未完成针就钩好了。再钩一个，完成后
绕线，一次勾出。这样一个特殊的中长针3针的枣形针就勾好了。接着勾2个锁针过渡，左侧锁针动眼里勾一个中长针3针的枣形针，后面简称枣形针。先勾3个中长针的未完成针，钩织时可以用手指稍微按住绕的线圈，使线圈大致一样高。最后绕线，一次勾出。这样枣形针就完成了。又勾2个锁针过渡。后面就是在花样3上，每个锁针动眼里勾一个枣形针和2个锁针过渡。完成后，又勾2个锁针，接着来到拐角位置，在拐角位置第2个锁针动眼里勾一个短针和2个锁针。完成后，左侧3个动眼里分别勾一个枣形针，之间2个锁针连接。完成后，勾3个锁针过渡。下方枣形针的同一位置，再勾一个枣形针和2个锁针。左侧2个锁针动眼里分别勾一个枣形针，之间2个锁针连接。接着继续勾2个锁针，相邻动眼勾一个短针，左侧花样3每个锁针动眼里各勾一个枣形针，枣形针左右勾2个锁针连接。完成后，我们将这6个枣形针和锁针看作
花样5，左侧花样4上各一个短针，后面就是在花样3上勾花样5，花样5之间一个短针连接，拐角位置就按照前面拐角位置的钩织演示，大家按照图解勾完这一圈。最后引拔连接，断线藏线，这样第4圈就讲完了。下面来讲第5圈，取出新线，从第4圈左侧第一个锁针动眼里接线，另一个锁针起立，同一位置勾一个短针，接着勾4个锁针过渡，左侧动眼里各一个短针和5个锁针，下方空一个动眼，在左侧2个动眼里各勾一个短针和4个锁针，完成后，来到了拐角位置，先在左侧这3个枣形针之间的2个动眼里各勾一个短针，之间4个锁针连接，完成后勾6个锁针过渡，左侧这3个枣形针之间的2个动眼里各勾一个短针，之间4个锁针连接，接着勾4个锁针，左侧花样5的第一个动眼和第2个动眼各勾一个短针，之间4个锁针连接，接着勾5个锁针过渡。我们将第3个短针到现在的针法看作一个拐角，后面遇到拐角位置就按照这里的演示钩织。完成后会遇到与第1圈一样的针法，钩法
与前面第一圈相同，只是入针位置不同。先在下方花样5第4个和第5个动眼钩短针和锁针连接，然后在左侧花样5的第1个动眼和第2个动眼钩短针和锁针连接，这样一组针法就完成了。大家按照这样的入针位置重复这一组针法即可，一直钩完这条边。完成后，后面拐角和边就按照前面拐角和边的演示，大家按照图解钩织。需要注意的是结束位置，最后一个短针完成后，接着钩一个锁针，然后在第一针针目上钩一个中长针，这样第5圈就完成了。下面来钩第6圈，直接立一个锁针起立，然后挑下方动眼钩一个短针和4个锁针，后面针法都演示过了，大家按照图解钩织即可，将这一圈完成。这样第6圈就完成了。第7圈到第13圈没有用到新针法，并且前面针法和钩织方法都演示过了，大家按照图解和前面演示的方法钩织对应的针法即可。注意换色，并且还需要注意的是，像第8圈和第12圈，在钩之前需要钩2个引拔针过渡，任意挑一根线即可，然后再立一个锁针起立，下方同一动眼钩短针，大家对照图解将剩余圈数钩完。第13圈完成后断线，下面来钩第14圈，取出新线。第14圈是挑第4圈钩织，找到第4圈开始位置，
从第5圈的接线位置开始接线，从正面穿入，正面穿出，将第5圈放在钩针后方，接线完成，立一个锁针起立，然后在同一位置钩2个短针，短针之间钩3个锁针连接。注意，第5圈始终放在钩针后方。我们看作花样6，然后在左侧4个锁针洞眼里各钩一个花样6，花样6左右钩一个锁针连接。第5圈始终放在钩针后方。完成后，钩一个拐角，左侧2个洞眼分别钩一个短针，短针之间3个锁针连接。接着，在左侧5个洞眼里各钩一个花样6，花样6左右钩一个锁针连接。继续，在左侧2个洞眼分别钩一个短针，短针之间3个锁针连接。这样一个拐角位置就钩好了，后面拐角位置就按照这里的演示钩织即可。后面就是在花样5上，也就是这6个枣形针之间钩5个花样6，花样6左右都是一个锁针连接。花样5与花样5之间钩2个短针，之间3个锁针连接。
后面边就按照这一组的演示钩织即可。大家按照图解钩完这一圈。第14圈最后一个锁针完成后，与第一针引拔连接，断线藏线。这样第14圈就完成了。第15圈和第16圈，大家就按照第14圈的演示，对照图解，在第8圈和第12圈上钩织。这样一区的钩织方法就讲完了。一区完成后，接着学习二区。二区是在一区上重新接线钩织，中途需要换色。针法前面都演示过，大家对照图解钩织即可。注意，第二圈会遇到一个新针法，锁针4针的狗牙拉针。下面用这个小样演示一下锁针4针的狗牙拉针的钩织方法。这里只演示新针法，样品不做参考。锁针4针的狗牙拉针的钩织方法就是先钩4个锁针，然后挑中长针的前半针和左侧的一根线，钩一个引拔针，这样锁针4针的狗牙拉针就钩好了。大家就按照图解钩完二区即可。这样二区的钩织方法就讲完了。二区完成后，下面学习装饰，分为云朵、围巾、腰带和眼睛。先学习云朵，一共有4种。都是采用锁针起针的方式来回往返钩织，都是2根线合并成1根线钩织。我以1号云朵为例进行讲解。其余云朵钩织方法相同，只是针数不同。用到的新针法有中长针减针、中长针3针并引针，请看演示。取出对应线材，将2根线合并成1根线钩织，接着开始起针，先起对应数量的锁针，接着钩第1行，立2个锁针起立，接着从倒数第4针开始调锁针上方的1根线，依次钩对应数量的中长针。
完成后，下一针是中长针减针，分别在剩下的2个锁针上各钩一个中长针的未完成针。完成后，绕线一次钩出。这样中长针减针完成，这样第1行就完成了。下面来钩第2行，立2个锁针起立。翻面，这2个锁针算作1针中长针，对应的是下方这个减针。接着在左侧针目上一一对应钩中长针。最后一个中长针是挑起立针第2个锁针的2根线钩织。这样第2行完成。下面来钩第3行，立2个锁针起立。翻面，从下方第2针开始钩对应数量的中长针。完成后，下一针针目里钩2个中长针，钩在同一位置。剩下几针不钩，这样第3行完成。接着来钩第4行，立2个锁针起立。翻面，然后在下方第1个中长针针目上钩2个中长针。后面就是1针对应1针钩中长针。这样第4行完成。第5行到第8行都是立2个锁针起立。翻面，然后就1针对应1针钩中长针即可，大家按照图解将它完成。第8行完成后，下面来钩第9行，立2个锁针起立。翻面，从第2针开始，先依次钩对应数量的中长针。下一针是中长针3针并一针，先依次在左侧钩3个中长针的未完成针。然后绕线一次钩出。这样中长针3针并一针完成。这样第9行完成。下面来钩第10行，立1个锁针起立。翻面，空一针，从第2针开始依次钩3个短针。
一个引拔针，这个引拔针勾在这一行对齐第8行的中长针针目上。完成后，钩2个锁针，从下一针开始，依次钩7针中长针，这样第10行就完成了。剩下几行前面针法都演示过了，大家按照图解钩织即可。完成后，钩一个锁针固定。缺线线可以预留5厘米线头断线。另一根线预留长线头用于缝合。这样1号云朵的钩织方法就讲完了。大家按照这样的方法，对照图解，将其余的云朵也钩完，这样云朵的钩织方法就讲完了。下面进行缝合，将云朵放在中心网格织片对应位置，我这里位置不做参考，只演示方法。将预留的线穿入缝针，挑织片表面1到2根线，然后挑云朵边缘位置卷针缝合。右挑中心网格织片表面1到2根线，大家按照这样的方法将这一圈缝完。完成后打结藏线。大家按照这样的方法将其余云朵也缝好，这样云朵的制作方法就讲完了。云朵完成后，下面学习围巾，分为围巾1、围巾2、围巾3。
钩织方法相同，只是针数不同，都是采用锁针起针的方式来回往返钩织，用到的针法较多，图中都有标注，我就不一一列举了。往下，我先教大家认识一下表格。表格中用 R 加数字表示圈数， H 加数字表示行数，加减针情况说明这一列表示钩织当前这一圈时需要用到的针法以及加减针的情况。总针数这一列表示当前这一圈所有针法全部钩织完成后的总针数。取出对应线材，先起对应数量的锁针，然后从倒数第二针开始调里山，也就是锁针背面的一根线。依次钩一个引拔针，两个锁针，左侧钩一个中长针减针，完成后依次钩8个中长针，一个中长针加针。中长针加针就是在同一位置钩2个中长针，对应数量中长针，一个中长针加针，对应数量中长针，一个中长针减针，2个中长针，剩余针数都钩短针，这样第一行就完成了。接着钩第2行，立一个锁针起立，翻面先钩对应数量的引拔针，完成后钩一个短针，下一针钩一个短针减针，先穿入左侧针目，将线钩出，
继续穿入下一针，将线勾出。现在钩针上有3个线圈，绕线，一次勾出，这样短针减针完成。后面针法大家就按照图解钩织即可。这样第2行完成，继续钩第3行，立2个锁针起立，不算一针，翻面，挑下方针目，依次钩10个中长针。接着在下一针里钩一个中长针1针放3针，也就是同一位置钩3个中长针。后面大家就按照图解钩织，注意后面遇到引拔针位置，是挑引拔针上的2根线钩织。完成后，空12针不钩 ，K 表示空针，这样第3行就完成了。第4行大家按照图解钩完，我这里已经钩好了。第4行完成后，下面来钩第5行，立3个锁针起立，翻面，这3个锁针算作1针长针，对应下方第1针，接着继续在这针上钩一个长针。注意表格中这里的括号表示钩在同一位置。完成后，在左侧针目上依次钩6个长针。完成后，下一针钩一个长针加针，长针加针就是在同一位置上钩2个长针。这样长针加针就完成了。后面大家就按照图解一直钩到表格中标红前。完成后，挑下方第3行空的针目，依次钩2个中长针。剩下位置都钩短针。完成后，第5行完成。下面来钩第6行，立一个锁针起立，翻面，先对照图解一直钩到长针减针前。
完成后，下一针是 FA， 表示长针减针。现在左侧2个针目上依次钩2个长针的未完成针。完成后，绕线依次钩出，这样长针减针完成。后面针法前面都演示过了，大家按照图解钩完这一行。结尾预留长线头用于缝合。这样，围巾1的钩织方法就讲完了。围巾2和围巾3，大家按照图解将它钩完，这样围巾就讲完了。完成后，取出围巾，按照围巾3、围巾2和围巾1的顺序，对照样品图摆放在对应位置。围巾2稍微压住一点围巾3。完成后，用线临时固定，固定好后，将预留的线穿入缝针，开始缝合。下面我用小样演示一下缝合方法。固定好后，看一下是否满意，如果不满意，就稍微调整调整。然后将预留的线穿入缝针，挑主体表面的几根线，与围巾反面边缘的几根线缝合。注意线迹不要漏到反面。完成后，打结藏线。缝好后，取下固定的线，
大家按照这样的方法，将剩余围巾也缝好，这样围巾就讲完了。围巾完成后，下面制作腰带。钩织方法与围巾类似，只是针数不同，大家按照图解钩织对应针法即可。完成后，对照成品图缝在对应位置，缝合方法与围巾相同，这样腰带就讲完了。最后来学习绣眼睛。眼睛绣制方法相同，下面用小样演示一下眼睛的绣制方法。用这个小样演示一下眼睛的绣制方法。先在样品图上找到对应位置，开始绣制。先绣一条小线段，我这里位置不做参考，只演示方法。然后在这根线中间出针，往前一点入针，再绣一次。大家注意绣出弧度。为了使线不乱跑，大家可以像这样固定一次，也可以不固定。完成后，打结藏线，这样小王子的眼睛就绣好了。大家按照这样的方法，将小狐狸的眼睛也绣好，这样表情就讲完了。到这里，这款产品就讲完了。如果大家在编织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苏苏姐家一针一线，享受生活乐趣。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